这次红玉作为风队第一支6星远程输出角色，它各方面可以说相当的优异。那不但对空拦截，它可以补足你目前队伍可能缺少对空的烦恼哦。那还拥有了吹散毒物、穿透屏障射击这种优异功能，全面又成熟的大姐，你还不错吗？抽爆他！ OK，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红玉这个角色，它本身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那第一个我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像这边职业开发这边的话，你们这边要注意一下说像他这边潜能开发到 L3，他作为队长的时候，他的专精正伤这边转化率会提升到110%。这一点啊，其实你们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当你们去使用某一个角色去升为队长的时候，这个潜能开发这边你们都要去看一下说大概开发到几可以让他的技能跟他的效果可以提升到最大化，这边要去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下他的初始刻印技能这一边。那他身为一个三角形的角色嘛，那当然他所有的技能，他的队长技能就是全部都是针对三角形。那像这边攻击，它提升到25%，一般是提升到最高25%。但是它如果在潮湿环境底下的时候，它的提升幅度会翻倍。所以你的三角形的角色来说，它的变成50%，这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你只要把你的角色风属性的角色里面去安排三角形，如果多一点的话，基本上你这一支队伍里面攻击会是相当可怕的。那狂风席卷这个一样也是针对于三角形，那只是说。它也是只有针对三角形啊，所以说它是针对所有友方投掉者会提升25%、50%到75%，就是持续30秒，持续60秒。然后它是额外的风属性元素伤害，所以它这边等于是它增加了75%的风元素伤害，这个是相当可怕的。所以红玉它完完全全的就是把你的风队提升到一个。伤害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所以这一支角色基本上你玩风属性来说，它是一个重点之重的一个角色，也是一个必抽的角色。好，那讲完他的初始技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边，他身为队长的时候，你看他的攻击跟专击是相当可怕的，所以这边转化率它会在提升的状况下，他的攻击跟专击，他的专击会明显的提升更高，所以这个地方来说，其实这一只角色我觉得他算蛮逆天的，就是他已经算是很全方位了，他基本上让你已经找不太到你如果玩风属性队伍的话，你不使用它的原因，基本上是完全找不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啦。那受天这边的话，他这一招技能它是属于一个直线型穿透，那它会最终造成3000%最终的元素伤害。那同时它也会击落空中单位及地方投射物，并吹散范围内的毒物，也等同于这个技能一旦使出之后，它不但可以击落空中的地方，然后它还可以帮你吹散一直线的毒物。这招技能，我觉得它真的是同时把2个很重要的技能结合在一个技能里面，所以这一招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用。同时，它还有做连击，也就是你射出第一发之后，你在同时间后面你可以再接连出产生第2发的受天，而且同时它第2发产生的时候，它的伤害还会再提升20%。那列祖这一招，其实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但它每隔20秒，它会产生一个被动技能，它可以提升你50%攻击速度，持续15秒。那最重要的是，它这一招它是有做一个击退的。使出这一招，它在圆形绕射的时候，它会以一个二级的位移强度去造成一个击退。那位移击退的话，只要对方的对抗位移等级比你还低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产生一个击退的效果。那这一招我觉得是相当好，尤其是击退来说啦，对于一个我们比较熟于远程来说，击退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赤红惩戒。那赤红惩戒这边，它主要就是会开启一个所谓的叫弃捕模式。那弃捕模式被开启之后，它的招式呢，当然就是会照着在墓地圆圈外绕着完圈狂飙，同时朝墓地就是朝里面射击这样，然后最终造成4500%最终攻击的都是风元素伤害。那这边比较特殊的就是，它这边在产生攻击的同时呢，它还会产生一个3级位移强度。刚刚我们讲的列祖它是2级嘛，那这边的话，大招一开下去，它基本上是呈现一个3级位移强度的击退目标。那这边的话，它在弃捕过程，一旦你模式开启之后呢，你就算只是普通攻击，它一样都会把你提高到90%，普通伤害都会提高到90%，这是相当的可怕的一个伤害。那在开启这个弃捕模式过程呢，它可以持续30秒。
那当然，在你大招开启之后呢，像我们列祖啊，它都会有一个弃补模式下会有一个额外的效果，那这一点我们就要特别去注意一下。还有包括受天，它一样也都会有一个额外元素效果。那像弃补模式在受天底下开的时候，它还会再额外增加一个750%的最终攻击的风元素伤害，这一点真的相当的可怕。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红玉它的战斗特性。那战斗特性这边比较特殊的就是像我们只要平常它只要在射击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个叫做执法者印记。那执法者这个印记的时候，它会使它的红玉的伤害会不断的去提升。那持续时间提升到就是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执法者的特性。那它这一边，它执法者的特性，它主要最特殊的就是它每发子弹都可以造成90%最终攻击的风元素伤害，然后同时是一次3发连射。那这边另外要讲的就是说，当他在做射击的时候，都会有。这边要讲一个战斗特性，就是当他在做射击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个执法者印记。那执法者印记会使它自身伤害会提升到18%，同时持续5秒钟。也就是说，你的红玉一旦每一次射击的时候，它都会产生一个印记，然后它都会不断让它提升伤害。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异化核心体升级的时候，那它在1级升级解锁之后，它的普通伤害就会提升到150%。那我们提升到3级的时候呢，它的执法印记就会提升到30秒，原本是只有5秒嘛。那你如果把它升到3级的时候，它会提升到30秒，而且伤害它会提升从18提升到36%，它直接提升成2倍。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配卡跟队伍方面。那首先队伍这次有2种队伍，就是单输出跟双输出。单输出角色的话，我们先来介绍。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红玉啦，它就是主要输出。那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前排的话，我就会推荐田诺。那因为田诺的话，主要会选择它，是因为它到时候配我们的噩梦卡，那它可以去叠加激励。那第二个就是三花的蓝蓝，那主要就是使用蓝蓝是因为它可以减风抗伤害，所以说会让你的伤害再往上再更提升，也可以避免掉说，当你的红玉有时候它的减抗如果突然风减抗消失之后，它你的风队里面可能整队都会没有那个抗性的消失，就是减抗的消失。那刚好就是蓝蓝这部分，它就可以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去增加这个风抗，所以我们第二个角色就会选蓝蓝。那接下来就是上飞跃或者是比格尼亚，其实这2个也都要啦。那它主要是他们2个都可以提升你整队的攻击速度，所以这2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当然就是选择我们的三花的符曲啦。那选择三花符曲的原因是因为它除了增伤之外，它还可以加快我们大招冲动的时间。那我们红玉它就可以更快去触发它队长技能，所以这一点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以上就是单输出的配对角色，现在讲一下配卡方面。那讲到这一次配卡方面，我相信这一支队伍会让你们在配卡上会比较轻松一点，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所以我选择的是会有 R 卡。那 R 卡的话会有2张卡，那第一张就是城市效应。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张呢？你们看一下它的，主要是它的核心技能单点突破。那它这边会有持续一个目标，对于超过6秒之后会提升15%、25%、35%的额外伤害，然后同时拥有集中火力的话，伤害的效果会翻倍。那你们就知道说，红玉它本身这一次目标，它的技能它就有一个是持续对一个目标攻击持续这时间，所以这个技能使用下去，它对红玉的提升是大大有帮助。那所以这是其中第1张的 R 卡。那我们来介绍第2张 R 卡。那第2张 R 卡当然就是我们的混乱烟尘啦。那一样也是需要它的核心技能。那它核心技能其实也是一样，也是持续对一个目标，而且它一样也都是针对三角形。那一样持续6秒，一样都是增加额外伤害。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基本上它这2个卡片，它就可以帮我们红玉做一个非常好的提升。那当然，对于说如果你的角色里面有其他三角形角色，那如果一样，它也都是持续攻击一个目标，那它也会相对也会吃到这个额外伤害。OK， 那接下来的下一张卡片就是空。那为什么会选择空呢？是因为它的技能这一边，我们看一下它的小技能。它小技能这边的话，它有3个去针对三角形的，像那个铁杵磨成绣花针，这个基本上就很需要，因为它是也会增加暴击。
所以这个部分它不但会让我们刚刚增加是原本的额外伤害提升嘛，那这一张卡片的话，它可以增加你的暴击率提升一些，所以说这张卡片也很推荐可以使用。再加上说空的核心技能这一个，它有一个绝处逢生，那它低于50%的时候，它会使所有同调者有没有恢复至最大值，并额外提升额外的刻意攻击伤害。所以说这个其实又会增加了说风队它的存活性，因为风队来说，其实它的抗击能力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强，它攻击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它提升到一个强度，可是万一说你的补血来不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核心技能。OK， 那接下来下一张卡片当然就是我们的激励卡，也就是我们的噩梦。那噩梦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它是为了激励而用，就是这边，它就所以说我们主要也是需要它的核心技能这边。那当然，它除了这个核心技能，它还可以让你的伤害减低，虽然说很少啦，是只有10%不多，但是就是有胜于5这样。那我们当然主要的就是为了就是要去叠它的激励。那这张卡片如果使用的话，基本上你就是要去配。基本上就是要去配铁诺或者是龙琴，因为他们才会去释放那个屏障技能。那这边就要注意一下，所以这张卡片就会是噩梦就会推荐。那下一张卡片介绍就是暗象器，那它这个我们主要也是需要它的激励技能，那一样是人多势众这一个。那它这个就是战斗的同调者数量不要低于7人，也就是你不要死超过1个人。那基本上我觉得这张卡片不难的，这一张要激励我觉得是不难的。所以说这张卡片你们可以试试看，说要不要使用这一张。那这个的话，它的小技能方面，它基本上也都是有三角形的。所以说，其实因为我们的风队其实三角形主要都是为了去提高像红玉这一种类型，所以这张卡片也是值得你们可以去使用它。那另外一张激励，如果你不是用这一张的话，你另外一张就可以考虑去用。那如果那一张激励你觉得不好用，那你就可以去考虑用这一张渔火光中的诞生这一张卡片。那一样，这张一样是激励。那这一张应该是老熟人的啦，因为它这张卡片基本上只要小鹰在，或者是说像它这边有没有，它就是争议型、召唤型或恢复型。所以基本上像你用这张卡片的话，像你用龙琴，它基本上它就可以使，它就会把这张卡片就能使用上了。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搭配一下你的队伍，看是争议或是召唤，或是回复类型，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到这一张卡片的激励。的话，基本上就是要看你们怎么去搭配它了这样。但是它这边其实像诞生它的小技能，它有一个主场优势、互动关注跟趁人之危，其实这个都还不错。就这3个技能，它是完全是所有同调者，它是没有分职业性质的。所以说我会觉得这张卡片可能实用性会偏高一点。那像诞生的话，基本上其实像我刚才说的，它配合符曲的话，它会有叠加技能。所以说其实你就是看你如果使用诞生的话，你可以去配龙琴，也可以配符曲，那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到这一个叠加技能。这个地方你们就是可以自己再平衡一下。那双输出角色的话，第一个当然一样是红玉，那第二个就是白鸟星。那像红玉的话，它就是负责主输出；那白鸟星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减抗、增伤，然后顺便当前排的梯位。但是这边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你的白鸟尽量要抽到3星以上。就是你如果没有3花的话，你的白鸟可能会体质上会比较脆弱一点，但是它又是属于在前排会去比较容易被打到，所以这一点要特别小心一点。那如果你使用双输出的部分，那你在补血上面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如果说你可能补血也怕来不及的话，那你玩双输出要注意一点，你比较需要经常去移位，就是你需要去把红玉跟白鸟尽量移在如果看到有伤害的时候让他们去闪掉。所以这个部分双输出玩可能会比较偏向说你要手操作部分可能要比较多一点这样。那这个是双输出这2个角色。那白鸟这边的话，它其实配合血路威的绝密加残照，这两张卡片配合它的话，其实会让它兼具触发、减抗、增伤、破盾以及部分的伤害。所以这2张卡片配白鸟来说，你的白鸟打出来的会是一个很漂亮的伤害。这个是这2张卡片是搭配白鸟。那接下来的队伍的人物当然一样，就是所谓的上飞月。
还有比戈尼亚一样，他们两个都是可以提升全队的攻击速度。那再下来一样就是也是三花的福曲，那一样也是要增伤，加快我们的大招充能。那一样也是加谁？就是加红玉啦，一样是触发他的技能伤害，以及就是红玉的击补模式，那接下来就是三花的福曲，那一样是增伤，那它一样也是要加快大招的充能，加快红玉去启动它的击补模式，还有加快触发他的队长的技能增伤。那在队伍治疗方面的话，如果你觉得说放三花福曲压力可能会偏大，那你就可以放治疗。那治疗的话，你也可以放紫都其实也是可以放进去。那不然就是你如果不放紫都，你就是放龙骑。那基本上我会觉得说，如果以风属性来说的话，会建议选紫都啦。但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自己玩龙骑比较习惯，所以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把龙骑放进去。但是以双输出的话，紫都它的效益会来自双输出它的卡片搭配。那第一张当然就是这一次 SSR 卡的师徒之日这一张卡片，那一样使用到它的核心技能，那一样。场上风元素的同调值人数达到2名或以上，每6秒就会增加1层激励。那所以说这个基本上，你只要你的风元素，因为我们是用风队嘛，所以你上场的风队基本上一定会有2个。所以第二张卡片就是我讲的血路威绝密这一张卡片。那它主要就是为了可以去触发健康、增伤、破盾这些。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核心技能。那一样，它这张核心技能的话，它可以造成风元素伤害时，赋予目标一样也是就是所谓的减风抗啦，那一样就是30%、60%、100%，然后持续20秒。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效果它是不会叠加的，所以说这张卡片基本上你是一定要抽，而且主要是它完全都在减风抗，所以这张卡片搭配我刚刚说的跟白鸟搭在一起，它是非常实用的。那我们选择长照的原因一样也是它的核心技能。那一样是弱点标记，它一样也是对施加元素抗性降低时，它会使目标受到伤害会提高20%、40%。所以这张残照的卡片，它完全就是跟血路威的绝密这张，它是2个完全就是 mix 在一起啊，相辅相成。再搭配白鸟，它就可以让白鸟打出一个很漂亮。因为因果丽兰这边有一个小技能，那选择因果丽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小技能这边有一个核心充能，那它一样这边可以恢复秒数。它可以让你的红玉它缩短它的，就是它的大招的时间秒数会缩短，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如果使用红玉造网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缩短它所有技能的时间点，这个很重要。所以因果力燃就是也是蛮重要的一环啊。那当然它的核心技能受击反制这个话，基本上它可以让你受到的伤害减缓一点。那当然除了这个它的小技能之外，像因果力燃它的核心技能是受击反制，那它一样是反过来去伤害，提高到大概最多是到60%，0到60%这样。所以说这张卡片其实它这2个它的核心技能以及它这个小技能核心充能，其实对于风队来说都是一个有帮助的技能。那接下来要说的当然就是激励卡啦，那激励卡也就不用，我刚刚就有解释了嘛，就是暗象吸引跟诞生这2张也都是激励卡片。OK， 那另外一张卡片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所谓的秘密音律这张卡片的话也是激励卡片，所以而且尤其是它这张卡片也是针对三角形。那什么针对三角形，它一样是针对它的连击可以达到。一样就是提升20%啦，那一样有增伤、独立增伤这部分。所以说，其实像这张卡片的话，它可以借由说连击去增加激励之外，还有它的小技能也蛮多是三角形的。所以说这张卡片是主要风队来说我会比较推荐的。那除了这张卡片呢，还有另外一张卡片，它可以替代它，就是这一张卡片跟另外一个你们可以选择其一。另外一张卡片可以选择就是烟尘往事，那选择这一张卡片主要是它可以去增加你的元素伤害，像只要你的刻印终端不低于1000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会提升而且是全体全体同调者60%，最高是到60%元素的额外伤害，也就是你这一队是风，你是风元素伤害，你的伤害就会提升到60%。所以说基本上你玩风队来说，这张卡片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要让你的伤害就是你在打王什么比较可以容易一次秒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就是可以使用这张卡片。
OK，以上就是这一次红玉的完整介绍啦。那在介绍这一支的影片同时呢，我应该等一下就要赶去医院了，所以也可能来不及去做太多编辑。所以这支影片的话，我就简单的，我可能来不及做结尾，然后开头部分我之前有做了，所以我就把大概先直接这样输上，因为主要也是给大家看攻略而已。那其他多说的话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也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画面这样。那也希望说大家看了影片之后，都可以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玩乐方式。那因为红玉这一支角色，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很适合，就算你刚进来玩的人，或是你将来我们没有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也许有一天，哪一位朋友你可能看到了我的攻略，那你可以直接去抽这一支，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它的功能性跟它的攻击性来说，其实都很强。然后它也可以去搭配别的队伍，所以说它应该是不会是在将来会是比较逊色的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我觉得好看之外，我觉得它的攻击性跟范围技也都很高，所以也是很推荐你们。那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做的攻略啦。那因为时间太赶，那我等一下也要再去医院，所以我可能就来不及去做一些影片的结尾了。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啦。那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们一点点，那也希望你们喜欢，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都有持续回来看我的影片，那相当感谢你们。那刚好做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也是差不多是圣诞节快结束了，然后应该是啦。OK，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让姐姐看看，先抓哪一个好呢？